近年来，一则惊人的消息在网络上流传，据说美国 CIA 的解密文件证实，火星远古时期曾经爆发过毁灭性的核战争，甚至有传闻称，当年的火星文明还留下一部分生还者。更令人震撼的是，有科学家大胆提出，我们人类其实可能就是那批火星战争难民的后代。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的剧情，但种种线索汇集在一起，竟然构成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又无法轻易否定的故事。这个故事真相如何？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索。首先，我们需要从人类对火星的古老印象说起。火星这颗红色星球，自古以来就在不同文明中被视为不祥之兆。在中国古代，火星被称为荧惑，是战乱、灾祸的象征。在西方古文明中，希腊人将火星奉为战神阿瑞斯，罗马人称之为战神马尔斯 Mars。 为何各大文明不约而同把战争与火星联系在一起？这也许并非巧合，或许在我们人类潜意识的集体记忆中，火星真的与一场史前大战有关。而这场大战的传说，可能正是透过某种途径在地球文明中留下了余响。21世纪初，一位俄罗斯男孩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他名叫波利斯卡，被称为火星男孩，因为他声称自己的前世来自火星。早在2004年，年仅8岁的波利斯卡在接受俄罗斯真理报采访时就语出惊人。他描述远古时代的火星并不像今天这般荒凉寒冷，相反，那时的火星是郁郁葱葱的绿色大地，大气层浓厚，呈橘红色，孕育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和高大的人形生物。他说火星上曾存在一个高度智慧的种族，他自己便是其中一员。然而在遥远的过去，火星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整个星球陷入可怕的浩劫。战争造成了火星大气层的毁灭和环境的崩坏，原本宜居的家园变成红色的荒漠。波利斯卡表示，正是战争导致了火星空气几乎消失殆尽，水资源枯竭，地表生物大量灭绝。那场灾难过后，火星仅存的幸存者不得不转入地下生存。波利斯卡描述，火星人建造了巨大的地下城市来躲避辐射和恶劣环境，延续文明的余烬。他还提到火星人的特征，身高大约2米，骨架纤细，拥有高度智慧和科技，平均寿命可以达到几百岁，并且在30多岁后外表就停止衰老。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表示火星人不需要呼吸氧气，而是吸入二氧化碳即可生存。在波利斯卡离奇的记忆里，火星文明的毁灭不是自然灾害，而是火星人自己引发的战争。稀奇听起来就像是一场核战浩劫。一个小男孩如何知道这些惊天秘闻？波利斯卡还说出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细节。他声称火星人曾造访过地球，甚至与古埃及文明有着紧密联系。他提到自己转世到地球后曾造访古埃及，对那里的一切感到无比熟悉。他特别提到，埃及的狮身人面像蕴藏着火星文明的秘密。在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耳朵后方有一个隐蔽的机关，一旦打开这个机关，斯芬克斯的封印将被解开，火星、人类与地球的终极秘密都将随之揭晓，甚至可能彻底改变人类的科技文明。波利斯卡坚定地表示，火星人很早就把重要的信息留在了地球上，等待人类有朝一日发现。这番话无疑更加剧了人们对他故事的好奇。如果他只是胡编乱造，一个孩子怎会提及如此具体而神秘的细节？难道火星文明的传说真的透过某种方式传到了地球？尽管波利斯卡的故事听起来难以置信，但他的从容和博学让不少科学家和记者深感震惊。他年纪轻轻就表现出超常的知识水平，谈论起太空、行星、远古文明，头头是道。有人怀疑他的父母是否暗中教他这些，但调查发现，波利斯卡从小就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智力。他15天大就能昂首抬头，几个月大时便开口说话。幼年时经常对父母谈论宇宙星辰，甚至指出火星与地球的天文异同。在他上学前的年纪，就已有意识地跟大人谈论外星文明和历史事件。这些反常的行为引起一些专家的兴趣，会不会真有所谓的前世记忆在他脑海中残留？倘若波利斯卡所言有一丝真实，那我们对火星的既有认知将被彻底颠覆。当然，
也有许多人对火星男孩持怀疑态度，觉得这不过是小孩子天马行空的幻想，被媒体渲染放大而已。然而，就在大众对波利斯卡的奇谈将信将疑之际，一份来自 CIA 的解密档案浮出水面，为火星核战的传闻增加了奇异的分量。1970年代起，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展开了一系列超自然现象研究，试图将所谓特异功能用于情报搜集。其中一项著名的计划代号为星门计划，内容包括训练灵能人士透过意念观察远方目标，这种能力被称为遥视。多年来， CIA 在极机密的环境下对多名被称作超能力特工的人员进行测试，希望他们能够看到千里之外甚至遥远时空中的景象。这听起来像玄幻故事，但 CIA 的确投入大量资源于此，而火星就曾是他们遥视实验的目标之一。2016年10月，美国 CIA 在官网上公开了部分解密文件，承认自1972年开始，他们就测试过各种灵媒的遥视能力。其中有一场特殊的实验引发了轩然大波，遥视100万年前的火星。这份实验记录后来被媒体披露出来。1984年5月22日 CIA 进行了一次名为火星探索的绝密测试。实验的过程极其严谨，军方研究人员准备了一个密封信封，在实验正式开始前才交给受测的遥视者。信封里是一张写有目标资讯的卡片，火星，时间大约西元前100万年。遥视者并不知道信封内容，在接到进入状态的指令后，开始凭借心灵感应搜寻这个未知目标的影像。军方首先给出了火星上一组具体的地理坐标，北纬 40.89 度，西经 9.55 度，这是在火星上一片著名的区域。起初，遥视者描述自己看到一片广袤的荒漠，地平线上矗立着一个巨大的金字塔状建筑，孤零零地坐落在沙漠中。然而，那景象仿佛是死寂的，没有任何生命活动。于是，军方下达新指令，在保持地理坐标不变的情况下，将时间推回到约100万年前。随着遥视者意念中的时间轴调整，他忽然语带惊讶地描述道：眼前的景象完全变了样，荒凉的沙漠居然变得生机勃勃。他看到一些模糊的人影活动的迹象。遥视者激动地说出：我看到生命的身影了，他们个子非常高大，身材瘦长，不像人类，但又是人形的生物。值得注意的是，遥视者强调，这些高大人形生物的身影似乎只是过去的残影。他感到自己像是在观看一个发生于远古的场景，在当下的时空里，那些生物其实已不存在。接着，军方引导遥视者继续深入探查不同地点和更久远的时间，试图找到那些火星人真正繁衍生息的年代。当遥视者将意识聚焦到另一处火星坐标时，他描述发现了一条巨大的峡谷，峡谷旁边有令人瞠目的巨大建筑物壁立，他感受到那是某种人工建筑的遗迹。当他继续搜寻生命迹象时，惊奇地看到更加巨大的高兽身影出现在感知中。这些生物非常高大，身穿奇异的服装，给他一种古老而智慧的印象。遥视者还提到，在那些生物所在的天空，太阳光线透过火星大气显得异常昏黄，地平线隐约可见剧烈的风暴在肆虐。他形容火星当时的环境似乎正在发生某种灾难。随着实验进行，军方提供了另一组坐标指引。遥视者在南纬80度、东经64度的地点，遥视者看到了一座更大的金字塔形结构。这回他感应到金字塔内部竟有人存在。他说，那些高大的火星人生物正在金字塔里面躲避外面的灾难，仿佛在逃难避难一般。当遥视者集中意念靠近观察时，他感受到一种悲伤与绝望的情绪弥漫在金字塔中。他仿佛能听到或感知到那些火星人内心的绝望声音。他们的文明时代即将结束，他们整个种族正处在濒死的边缘。遥视者表示，这些火星人生物所处的环境极不稳定，火星的大气出了问题，地表环境正急剧恶化，空气变得稀薄难以呼吸，气候巨变。他还得知了一个重要讯息，火星人中有一部分作为先锋已经离开火星去寻找新的生存地，而留下的其他火星人
则在这座金字塔避难所中长期等待那些先锋探索者的回归与救援。这是一幅凄凉而震撼的图景。远古的火星文明在经历末日浩劫，残存者龟缩在巨大的建筑中苦苦支撑，希望有同伴找到新家园后能折返回来接应他们。看到这里，军方科学家迫不及待想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火星的这场异变。于是实验的最后，他们要求遥视者寻找那场灾难的根源。在遥视者的意识中，一幅异常复杂混乱的宇宙景象浮现出来。他断断续续的描述，仿佛看见了一段彗星的尾迹扫过，还有巨大能量流动的画面，甚至像是行星内部的巨变。他难以用语言精确形容，但提到画面，就像一条长长的彗星尾巴掠过天空，又有点像汹涌奔腾的河流。这些支离破碎的画面暗示，火星的大劫难也许与天体撞击或大规模能量爆炸有关。然而究竟是彗星撞击、火山大爆发，还是毁灭性的武器引发了这场灭顶之灾？遥视者无法更明确地说出，实验记录在此也画下句点。这份 CIA 遥视实验的记录公布后引起了轰动，很多人将其与火星男孩波利斯卡的说法互相印证，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波利斯卡提到火星战争毁灭文明，生还者转入地下， CIA 遥视者看到火星人逃难躲进金字塔，先锋离开寻找新星球。波利斯卡说火星大气因战争消失，遥视者看到火星大气出问题，风暴肆虐。波利斯卡自己宣称火星人来过地球，而遥视结果隐约暗示火星先锋可能去了其他星球，或许正是地球。这种种巧合让人不寒而栗。难道这些完全独立来源的资讯背后隐藏着一个真实的远古故事？ CIA 的遥视实验等于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火星文明曾存在并遭遇灭顶之灾。如果这不是巧合，那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与火星之间的关系。有了火星男孩和 CIA 遥视的线索，我们再来看看传统科学领域发现了什么。天文学家和行星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火星是否存在生命迹象保持高度兴趣。随着21世纪以来多台火星探测器陆续传回数据，人们逐渐揭开了火星过去的一些秘密。 NASA 的机会号、勇气号火星车发现了远古河床和水文地貌，证据显示火星曾经有液态水和较温暖的气候。好奇号火星车则在火星土壤中检测到了丰富的水分子和大量氧化铁，解释了为何火星呈红色。但真正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在火星大气与土壤的化学分析中出现了一些反常的放射性痕迹。前 NASA 科学家、等离子物理学家约翰·勃兰登堡博士对火星的大气组成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火星大气中存在一种同位素氙负129的浓度异常之高。氙负129是一种稳定的惰性气体同位素，而根据人类目前的认知，它几乎不会自然产生。在地球上，氙负129主要来自于碘负129的衰变，而碘负129又通常是核反应产生的副产品。也就是说，要产生大量氙负129，往往意味着发生过大规模核爆。勃兰登堡博士指出，火星大气中的氙负129含量是地球的2倍以上，高得异常，远远超出自然背景值。如果火星从未经历过核反应事件，根本无法解释为何会积累如此多氙负129。更具体的证据还在后头。科学家透过火星轨道卫星携带的光谱仪，在火星北半球发现了2处明显的核热点区域，那些地区的土壤含有高强度的辐射痕迹，远超火星其他地区的放射背景值。勃兰登堡和同事发现，在这些热点区域，火星表层土壤中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放射性物质，检测出有土和放射性钾等元素比例偏高。这些元素本身在火星上并非罕见，但以如此方式广泛分布在表层，只有一种情况能解释，那就是曾经发生过剧烈的核爆炸，将它们作为残骸碎屑扬撒的到处都是。简而言之，火星土壤中弥散的放射性尘埃就像一层沉积下来的核灰，而能造成整个星球铺上一层核灰的事件，除了大规模核战、核爆炸，几乎别无可能。勃兰登堡博士据此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假设：大约在数百万年前，
火星上曾经发生过至少2次巨大的核爆炸，很可能是人为引爆的。他推测，火星的古文明遭到了某种外来攻击或星际战争的牵连。一个猜想是，也许火星上的智慧种族卷入了来自外星的入侵，敌对势力在火星上空引爆了大威力的核武器，导致整颗行星文明毁灭。这听起来近乎疯狂，但伯兰登堡拿出的数据却颇有说服力。根据他的计算，火星北半球那2处核辐射热点对应的核爆当量极其惊人，大约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核弹爆炸当量的10000倍以上。而且奇怪的是，这些核爆炸的发生高度似乎在高空，因为在热点区域并没有发现巨大的撞击坑，也没有地壳融化或火山喷发的迹象，说明爆炸并非直接在地表发生。换言之，证据显示核爆炸发生在半空中，其冲击波覆盖了广袤区域，却没有在地表留下单一集中的撞击坑。这种情况非常符合人类所知的空中核爆特征。自然界中要形成空中核爆的现象几乎不可能，比如陨石撞击一定会留下坑，但火星上的核痕迹却更像是精心设计的毁灭打击。那么这场灭绝性的核爆炸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伯兰登堡起初推测大约是在300万年前。他在国际科学会议上多次发表论文和报告，提出火星文明可能毁于300万年前的一场核战争。不过也有其他科学家根据火星上点-129的半衰期推算，认为那次核爆的时间甚至更为古老，可能在数亿年前。例如，有团队推断火星的毁灭性核爆大约发生在3亿年前。无论300万还是3亿年，这都远远早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但对于一个星际文明而言，或许并非不可接受的年代。伯兰登堡更进一步猜想，火星上可能原本存在2个主要文明中心，它们先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他将火星上的其中一个疑似核爆中心称为西多尼亚地区，也就是发现人面像的地方，另一个称为乌托邦平原。他认为这2地很可能曾经是火星上繁盛的城市或基地所在地，却在灾难中化为灰烬。主流科学界对伯兰登堡的假说虽然多持怀疑态度，但迄今没能提出更合理的解释来反驳那些先负129和放射性沉积物的数据。NASA 官方则认为火星上氙同位素的比例异常，可能与远古自然的核反应堆或陨石撞击有关。然而所谓自然核反应堆理论要求存在特定富含铀的地质环境，并持续数万年反应，显然不太符合火星的实际。陨石撞击也解释不了空中爆炸和全球放射性薄层的问题。于是，尽管乍听惊世骇俗，火星核战灭文明的理论反而逐渐在一些研究者和爱好者中获得关注，甚至被认为可能是真相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火星男孩的讲述、CIA 遥视的结果以及伯兰登堡博士的科学发现串联在一起，就会发现他们拼凑出的图景惊人的一致。一个曾经繁荣的火星古文明遭遇了一场毁天灭地的战争或灾难，整颗星球变成荒芜死地，部分幸存者逃亡，或躲入地下，或驾驶太空船离开火星，寻找新的家园。而在遥远的地球上，人类文明后来竟然流传着有关火星是战神、灾星的古老观念。难道这真的是巧合吗？还是说我们祖先早已隐约知道什么？有一种大胆的推测是，那些离开火星的先锋也许最终找到了地球，并在这里延续了他们的种族奇奇，也就是今天的我们人类。换句话说，人类可能并非起源于地球，而是来自火星。我们是火星文明的一群难民后裔，在地球上繁衍生息，逐渐忘却了自身的真正来历。这个观点听起来近乎神话，但让我们回头看看古代文明遗留下的线索。地球上许多古老神话中都有天降种子或来自天上的众神创造人类的传说。例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神话中，创造人类的智慧之神来自天空。古埃及神话里，众神乘着太阳船降临。玛雅和印加的传说也提及过来自天界的先祖。这些会不会就是对火星先锋抵达地球的曲折记忆？更耐人寻味的是，火星与战争的联系在各大文明中反复出现。古罗马人以火星命名战神，中国传说火星主兵显灾祸，连英文中火星 Mars 至今也是战争与军神的代名词。
我们从小就把火星称作红色战神，但从未细想过为何会有这种传统。假如远古真的有火星难民来到地球，把他们母星的故事告诉了地球原始人类，那后者会不会将火星与战争毁灭永远联系在一起，并代代相传成神话呢？在联想到火星遥视中，那些等待先锋归来的火星人或许最终绝望地死去，他们的故事却可能透过先锋者传到了地球。也许那些先锋者正是地球古文明神话中的天神或导师。有人甚至提出，地球上某些古代文明可能就是火星移民建立或指导的。最典型的猜想是古埃及文明，埃及金字塔建造的技术之神透特，在传说中就来自天上。而火星男孩波利斯卡也多次强调火星人和古埃及有密切联系，声称狮身人面像内藏着火星的秘密。巧合的是， NASA 在1976年海盗号探测器拍摄火星表面照片时，正是在塞东尼亚高原发现了一个酷似人类面孔的巨型地表结构，旁边还有金字塔形的山丘。虽然科学家后来获得更高解析度的图像，认为那张人面其实是自然光影造成的山丘幻象，但这依然让无数人浮想联翩。火星与埃及的联系究竟是零巧合，还是有一条隐藏的线索？如果将来我们在狮身人面像里发现什么外星资讯，那火星男孩的传言将得到戏剧性的印证。除了神话与传说，一些现代科学的观察也给人类源自火星提供了耐人寻味的旁证。例如，有学者指出，人类身上存在许多令人费解的特征，人类的脊椎和骨骼问题屡见不鲜，几乎所有人一生中都饱受腰痛困扰。似乎我们的身体并不完全适应地球的重力，这种感觉就像把一个原本生活在低重力环境的物种放到了重引力的星球上。地球重力是火星的约 2.66 倍，若人类祖先长期在火星演化，突然在地球环境下繁衍，或许会产生普遍的脊椎压力问题。再看我们对阳光的耐受力，人类裸露的皮肤很容易被强烈日照灼伤，患上皮肤癌。相较许多动物，我们对紫外线显得脆弱异常，好像来自一个阳光没那么猛烈的环境。而火星距离太阳更远，日照强度只有地球的一半左右，或许我们在火星上进化的皮肤到了地球便难以招架。更奇特的是，人类的昼夜生理节律平均约为24小时38分钟，和地球自转的24小时不完全吻合，倒是接近火星自转周期的24小时37分钟。这难道也是巧合吗？这些人体奥秘令人产生一种大胆想法，我们的身体似乎更记忆着火星的环境条件。当然，以上种种推测目前都缺乏直接的证据，尚停留在假说和想象阶段。我们必须承认，主流科学并没有确认在火星上发现任何人工建筑的遗迹或化石证据，人类起源仍然被达尔文进化论和地质考古所框定。然而，科学的疆界在不断拓展，许多过去被视为荒诞的猜测也许终有一日会找到印证。就如同100年前，人们无法想象恐龙化石竟证明了巨兽时代的存在；50年前，人们不敢相信在火星极地会发现大量冰层水源。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任何可能性。至少目前，我们已经看见各种离散的线索，巧妙地汇聚俄罗斯男孩的离奇记忆、CIA 超能力实验的诡异结果、科学家发现的核爆痕迹、古文明神话的神秘巧合。这一切似乎在指向一个惊人的图景：人类的远祖与火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地球人才对火星特别关注。无论是神话中赋予火星特殊地位，还是现代不惜重金发射探测器，都像是在追寻一段被遗忘的往事。假如我们真是火星难民的后代，那么人类不断望向星空，计划着移民火星，会不会其实是故乡的呼唤在基因中回响？冥冥之中，我们对火星的向往和战力，也许正源自对那场惨烈过往的集体潜意识记忆。最后，不妨让我们进行一个大胆的想象：未来某天，人类踏上了火星的地表，我们或许会在干涸的平原上发现断壁残垣，在地下洞窟里找到奇异构造，甚至在尘封的远古避难所中看见曾属于智慧生物的遗物。当尘埃拂去，真相大白那一刻，也许我们将震撼地发现，原来我们曾经回到自己的第一故乡。
如果火星当年真的发生过毁灭文明的核战，而我们正是那场浩劫的幸存者后代，那么人类的历史将被赋予全新的意义。我们对战争的恐惧，对家园毁灭的阴影，也许早已烙印在灵魂深处，跨越万年的时光传承下来。真相究竟如何？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或许以上种种不过是人类丰富想象力编织的璀璨传说，也或许真实的历史比传说更加离奇。无论如何，这个关于火星与人类的故事既发人深省，又令人神往。如果我们真的是来自火星的难民，那么珍惜眼前的美丽地球，避免重蹈火星覆辙，或许就是祖先想传达给我们的重要讯息。未来，随着科技进步，我们终将亲自揭开火星的神秘面纱。到那时，希望我们能找到答案，我们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而那遥远红色星球上的往事将不再只是一个未解之谜。